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Area 02的球鞋特区，我是大芝。那你们平常有买过鞋子吗？还是你们有买过高价的鞋子吗？还是你们有买过平价的鞋子吗？其实各种鞋都有很多人在做选购。那我们今天邀请了2位非常重要的特别来宾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平价鞋款跟高价鞋款的差异性。那我们欢迎第一位特别来宾，球给彭尊的彭尊，耶！大家好，我是彭尊。再来是 Danny， 大家好，我是 Danny， 我呢？好，首先欢迎2位过来。那彭尊现在最近在 Plusly 有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因为我现在在新北国王当主持人，是，对，那就是以前过往，当然我们都很希望成为场上主角嘛。但我觉得现在没有机会成为主角，也会成为另外一种主角。应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大家在所有人在为一个团队去努力的时候，我觉得那感觉不错。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我也是比赛中的一部分，虽然得分不一定是我，但已经不是我，不一定是我，助攻力也不是你啊。中场高攻下玩的时候可以啊，但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不管他们守成功或他们得分，都会觉得好像。我有参与部分，对我有参与到这一部分，所以感觉蛮特别的。而且你也负责把观众的情绪带起来。对，就在努力中啊，就这是我应该说这是我的目标。我希望跟现场一起把气氛炒起来这样。但必须老实讲，我也是主持新秀，所以还在学习中这样。不会，但是我觉得都是个蛮好的经验。没错。那 Danny 最近呢？我最近就是比较 focus 在我的YouTube， 对YouTube， 然后也试着朝更多元的方向去发展，这样子有各种机会都愿意来尝试。那今天感谢 Area 02邀请我，这边我帮你下一下字幕。好，谢谢。那呢，我相信各位2位都是非常喜欢买鞋子的人，对不对？是。那我相信你们也曾经买过很高价的鞋款，也曾经买过平价鞋款。那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在买鞋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玩的东西？应该说，因为现在其实比较我们讲高单价的鞋款，我从来没有一次在网络上点到过哦，没有这么好。我很想这样，但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点到好，所以我每次都在看，每天都在看那个旋转，一直旋转。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每次买完，我觉得 sizing 的问题、尺寸的问题，我也是要讲这个。对，所以就是我买到高价，譬如说像我觉得我最近有2款鞋款是我买到就尺寸不对，一个是Easy 的450，你要买大一点的。但是我那时候买原尺寸，就是你不知道嘛，450很悲呢。对，但其实都是你都会已经花一定。你花个钱的，然后再另外入手是 Kobe 6， 它的复刻版本的，其实比过去来的也是偏窄。对，OK， 对，那但是因为你没有试过就不知道。对，因为高单价球鞋你又没有办法试，你没办法去你没办法去试穿。对，所以我的买错都是买错尺寸，不是说买错鞋款，因为我只要喜欢的鞋，我都会看一阵子。对，所以就尺寸问题有时候对我来讲比较困扰。那你们有没有买过一些平价款，你觉得还不错的经验？墨镜鞋啦，对，因为最近要复刻了嘛，那个就是我从2000块买到3000块，就是复刻要变多少？5400吧，最少。对，但我觉得5400现在来讲也是平价鞋款，5400真的是平价鞋款。傻眼！只要你是上面标记的鞋款，你用那个价钱买到，对我来说都是铁，原价都是平价鞋款，就是铁的，没错。我的话就是一些功能性的鞋子，像是跑鞋或是再来就是 Jordan 复刻，或者是 Nike 复刻旧的鞋款，比如说 Air Max 系列复刻，那种我就会不一定要联名，因为我觉得以前的经典就很赞，像97、95这种90 Air Max One。尤其像 Pata 那种联名也算是蛮意外的，就是还蛮平价的，没有到很贵，我觉得没有到很贵，我觉得贵个1-2千块，最近还蛮是它的款式跟它的感觉是好的，对，质感也算有用心，然后所以不一定要找就是最当红的 Travis Scott 什么，真的不用，主要当讲就是大家都买了，对。好，那经过聊了这么多之后呢，其实我们接下来要让2位。来测试一下我们对球鞋的感觉，跟它的一些摸下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 feeling？ 盲摸，其实蛮难的，超难吗？我觉得我不强，我觉得那个是生理跟心理上都很难，因为如果很简单。观众就会看到我们摸很简单的鞋，然后我们猜不出来，然后就讲这么多，然后观众就说干白痴啊，怎么根本摸不出来吧？真的蛮难的。好，那2位现在都已经戴上眼罩了，好，看来是真的看不到哦。那我们接下来要第1双鞋子喽，第1双马上来，马上来第1双，不可能戴上眼罩，现在是触觉都降低吗？现在是 Danny 先摸，这也不难吧 ，Danny？
哦，听声音大概知道是哪一双。看到，不敢保证，但貌似。等一下是篮球鞋吗？是鞋子啊！我以为是篮球鞋，那我看能不能摸出配色。哇，他胸有成竹，这个啊，我大概有个头绪啦，因为摸到关键的部分。我们今天现在在上第2双，要记住哦，然后2双，这是第2双，对，2双要比较哦，然后你就告诉我。屁嘞，这第2双，对。你出事！路人说出系列，那也是蛮屌的。我靠！对，我知道丁你在想什么。高价啊，好，我知道。哪个是高价？那你先说。哪一个是高价的哦？我觉得第2双是高价的，新生高价。那黄尊呢？不可能讲什么新生高价嘛。第二双是高价，第2双是高价，一定是傻开嘛？对，傻开没错。对，然后第2双，因为我刚摸后跟，我印象中后跟它应该是皮革的，所以我猜是高价。那它有出一双是，因为我现在有忘记材质，它是旁边有点像半透明的，然后它有出男鞋女鞋，所以应该是白色的，那应该是第1双，它是比较平价的，我是这样判断。对，我是旁边，但我现在也忘记是第1双还是第2双，旁边材质应该是半透明的。第2双，白给一个 hint 就是第2双。我猜，因为第一双侧边我摸出来的差异是，第1双是双钩，第2双是单钩。那我记得双钩是 Fragment 吗？我记得比较便宜，所以我猜第2双比较贵。但是我现在因为刚刚彭总讲完，我已经又忘了。好，可以拿了吗？可以拿。我这可以拿下来。可以拿。不是双钩了。好亮。这是第1双。shoot，然后这是第2双，跟我讲的完全不一样啊。但第1双跟我想的情况完第1全不一样。双我就摸对了，对，你摸对了，对。但是第2双，因为它的勾勾没有出来，我摸不出来，这就是它难的地方。对，两位这样看到鞋之后，跟刚刚的你们的想象有差异？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想象是那双它不是傻开，它只是外形很像。就是他们主打的是什么小傻开是透明那双有男鞋女鞋那双，我以为是因为我摸这个，我以为它是那个OK， 所以跟我想的这个我以为是第1次的联名，最早那一双，对我以为是最早那个联名，我完全忘记 Clark， 对不起 Clark。好，那经过第1双之后，我们接下来第2双的应该是第2组，来啦 ，Danny， 好，你觉得比较难吗？有。会吗？我觉得还蛮。你鞋款摸得出来吗？你看得到？不是你看得到，你当然跟我在那边说简单。OK， 那 Danny， 我们现在也上第2双给你。好，那你让我清空一下思绪。好，这是第2双。啊？我大概猜得出是什么鞋型，对不对？可是我分不出来。Air Force One 对不对？我现在不说。我跟大家讲一句话玩，以前我们那时候要买那个白 Force，高中的时候，对，你只要掉一颗星星，好像记得少什么，少50块，50块，100块，少50块。所以我一摸就知道，而且这个星星，而且是老司机耶，对，小心。我这个我摸，你还要再摸一次吗？这样可以。这样可以有特殊的味道，对不对？就算猜不出来，你也要感觉很努力在猜啊！我觉得不要戳破。这2双是不同鞋款啊，对吧？没错。怎么样？这2双不同鞋款，但是我们要你们猜的是你觉得，或者你告诉我现在哪一双是比较高价？好，2双分别是什么颜色？好难哦。那你们猜出来什么颜色吗？第一双是黑色。好，那我有概念了。好。那我猜是第2双价钱比较高，我也是，你可以看一下，对吧？没错，对啊，跟我心里想的一样吧，没有差太多。但是我真的不知道现在这2双鞋款哪一双是比较，这个应该贵蛮多的。这个现在如果是南码的话，3万多吗？是蛮贵，南码很贵。对，但是因为最近有一段故事嘛，因为 Virgil 最近走了，对，所以其实价格的波动其实是很大。好，那第2组之后，我们接下来上第3组咯。第3组这个其实蛮特别，因为是完全不一样。1跟2完全不一样。对，来已经有提示了吗？对，提示，这提示完全不一样，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提示，好吗？对不起，因为我们还是会有一个那个竞争心态，所以那个言语上面有时候会比较比较激烈。Danny 这次很有把握哦，一下就结束了。真假的？好，第2双 Danny， 不让你思考。完全不一样。
哎呦，这是什么？这第一双，哎，不用了，不用，OK。哇哦，我这双怎么还要想？没有，我们接下来要限时，这样不是办法。第二双是高单价的，我也是，好，我已经比出来了。然后可以，我这双是 Easy， 然后另外一双是那个查开 Blazer，这一算送分题了，有没有？哦，这个但这颜色摸不出来。对，怎么可能摸出颜色啦？没有颜色不重要，那些都不会。你知道我刚摸这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算接近，因为我刚就是摸了一下，我就知道是 Easy 350，但我没有想到是 V1 还是 V2。我想说应该是大圣，但是这一双的话，我觉得两者差一点点。对，没有差很多，但还是我也是猜2。哦，好险。好，那我们接下来要上最后一组喽。哎，那现在比数是2比2，对不对？对。好，就大家错一样了。最后一题，除非两个人都答对或答错，只要有胜负的话，怎么样？我们今天你摸的鞋子就拿一双走。哎呦，好不好？好吧，今天可以选一双，是不是？对，好吧，就选一双。那个 Jordan 4过来，我先选好。选我脚上也可以，选我脚上那没关系，那真的没关系。好，来喽。怎么自己说呢？啊？好了没？好了，对不起，我怎么那么大双？哎，你真的不能脱下来哦，生气啊！生气啊！没有，就生气啊，志哥。下一双，对，先给。也是两双完全不一样的鞋型，所以我觉得这题有点送分题。这个鞋款刚出现过，来给我。等你好了没啊？还没。好，这是第二双。等你死不放弃。那这两双其实也都是现在算是蛮经典的鞋款，那也算是我觉得。可是这个不就是跟颜色那些有关吗？对啊，那你就鞋型来看的话，所以印双是没有联名的，但如果 Air Force One 是联名的话，就不好说。对，就是怕它是联名的，可是联名摸得出来吗？不一定。你只是要把星星扣掉，然后再一直把那个少了3个星星，你那个价钱不要听吧。那两位还在，你先讲你的答案。我觉得一，那我觉得是那个 Air Force One 比较贵，但我忘记是1还是2。好，所以就是2。我们答案不一样啊，答案不一样，所以这次会有那个会有胜负。好，我们开到1、2、3。但我还是这样我赢嘛，对没错，所以是被你获胜，因为这边摸出来是一般的4代。因为你知道它是 Air Force， 可是我想摸哪里有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后来就摸到这个铁牌，我想说应该是一般。有喜欢的话，那时候猜就是它应该就是原版，这个我也是，我就觉得它应该不是联名，因为联名应该变的就是这边，就整体摸起来。但这个其实有时候也会出用飞人的标志。对，对。然后我想说，我就猜这双会不会是，我就赌一个这双会不会是联名的，因为 Air Force 有的联名，其实你说就是贵啊，你也摸不出来。对，它没有改很多，对，颜色不一样，它就如果颜色不一样，你就很麻烦。没错。我们今天获胜的就是 Danny， 谢谢。侥幸。那 Danny， 你还记得刚刚？我觉得这样好了啦，因为 Danny 获胜嘛，所以我来帮他选，我也来参与，我帮他选 Air Force One。我的尺寸的话，我会选择 Off-White Jordan 4。因为那个你真的要拿到女码很大码，13、14码。洪真刚也是嘛，对不对？对，这也是我首选。说老实的，真的。所以如果其实这样，今天这样整个过程下来，其实你们最喜欢的还是？我很喜欢它改的样子，改的方式。不是因为说它价钱多高，就算今天 Air Force 比它贵，就是假设你今天拿蓝色的那一双 MCA 的 Air Force 来，更贵嘛，那我还是会选它这样子。我觉得两位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管鞋子的价格，而是在于我喜不喜欢这双鞋子。对，我觉得这是两位在看鞋子跟玩鞋子跟一般的消费者来讲，或是一般的，我觉得我有独树一格的地方，而且这是比较老司机的玩法。我觉得我最近觉得有时候觉得好像这种球鞋收起来也不错，有点像艺术品，你知道吗？放在旁边也是很漂亮，就它摆着它会坏掉，你真的不能动它，因为你等下动它一拿，你怎么还在？上面已经起来了，就谢谢再联络，对，就下课了。好，经过了刚刚那几组的测验之后，那你们两位对于一般的鞋款跟一些高价鞋款，这样子摸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说实话并没有太大，当然在材质上多多少少还是高价情况一定会用到比较多一些皮革啊或什么的，比较有差。但是其实对我来讲，还是以喜欢为主。像你看我今天，其实我今天跟店一样，我们都没有穿很贵，都穿很平价的、早知道，那我讲要钱，就是我们都穿很平价，对。但是不得不说，我们有很喜欢的，像 Off-White Jordan 1北卡蓝，或是现在很贵，但是我就真的很喜欢，我还是会存钱去买购入这些，但我不可能全部都是这样。就我们不会说全部都挑，只挑贵的，对。或者我们也就是我们有贵的，真的很喜欢的，我们还是会去购入，但主要就是看自己。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彭尊以 Danny 来到我们谢谢02，谢谢02，谢谢，拜拜 ，peace。那我们欢迎第一位特别来宾，交给彭尊的彭尊。大家好，我是彭尊。那直接换。接下来第二位，不是我要教你怎么炖呆，然后。